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在之前的影片中，我们用了2集的时间，和大家介绍了6个关于加拿大油漆常见的错误观念。今天我们就来继续聊聊室内漆的盖色能力到底和颜色有没有关系，还有室内漆的保存期限到底有多久。今天影片的最后，小李哥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在估价的时候，客户和我说的故事。如果您最近想找个装修师傅来帮家里刷刷油漆，一定要请您看到最后哦。喜欢房屋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，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影片更新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常常有人说用深色漆来盖浅色比较容易，用浅色漆来盖深色比较难，所以要多刷几层。其实呢，跟各位讲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如果我们要按照化学的成分来讲的话，水性油漆是由3种主要的成分构成的。第一种也是含量最多的，叫做覆盖剂；第二种呢叫做颜料，这也就是上一段介绍到的色浆；第3种呢就是乳化剂及固化剂，来帮助油漆的附着和不变质。所谓的乳胶，也就是其中的固化剂。水性漆的盖色力其实来自于覆盖剂，最常用的覆盖剂呢，就是钛白、二氧化钛。顾名思义，它就是白色的。这个钛白呢，在吸收了紫外线之后，还会发出白色的荧光。所以呢，以前我们常用的日光灯管，就是用玻璃管涂了钛白来作为发光剂。也就是说呢，这钛白的含量就决定了这油漆的盖色能力。比方说呢，我们刚刚讲到的 Dulux 的油漆，为什么它的显色能力特别好呢？就是因为它的钛白比较纯，含量也比较高。在加拿大买油漆，油漆店都是拿出一桶桶的原漆出来，再依照你需要的颜色去电脑调色，依照比例呢加入色浆。所以按照理论上来说，原漆的钛白比例最高。深色的漆呢，反而因为加进去的色浆比较多，所以钛白的比例就下降了，盖色能力应该是比较差的。理论上来说，盖色能力的大小排序应该是原漆最好，大于浅色漆，再大于深色漆。但是呢，我们考量到，其实在调色的时候，我们加进去的色浆最多也只有30到50cc， 实在是不多啦。所以呢，各种颜色的油漆其实在盖色力的方面并没有明显的分别。而且呢，加拿大油漆的设计本来就是 two coat cover， 也就是说呢，只要刷2层就能盖色。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有错觉，就是深色的油漆盖色能力比较好呢？其实这是因为深色对大脑的刺激信号比较强，当大脑接收到比较强的深色信号的时候，你就会自然的忽略浅色的信号。不过呢，如果你细看刷的均不均匀，有没有确实盖色，就会真相大白了。其实呢，只要把2层的面漆均匀的刷好，不论你是什么颜色，都能够把下面的颜色盖住。那你如果刷了2次，还没有办法把下面颜色盖住的话，那就表示刷漆的技术有问题。或是呢，像我前面讲的，有些人可能在油漆当中加了水，这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施工细节。这里呢，我们再延伸讨论一下，那灰板底漆当中有没有加钛白呢？这我不敢说一定没有啦，但肯定是不多。因为底漆呢比较重视的是渗透性，它要能够完全渗透进表面，它才能固化表面。如果呢你加了太多的钛白啊、石粉啊，反而会让底漆的渗透性变差。我们用大白话来说，就是呢油漆越浓稠，它反而越不容易被吸收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底漆都是稀稀的，那是因为它功能性的问题。虽然底漆看起来是白色的，但应该只有一些白色的颜料。这些白色颜料是为了帮助工人施工的，分辨哪里刷了哪里没刷。这些成分其实并不是钛白，也没有任何的盖色能力。这一点呢，我分2个方向来说。我们先来说已经刷好在墙上面的漆，如果施工正确的话，
什么是施工正确呢？就是小李哥之前讲的，我们要在新灰板安装好的时候，先刷上一层灰板底漆，底漆里面呢有固化剂和抗菌防霉的成分。刷好之后，再刷2层的水性面漆上去，那基本上这个墙漆保用30年一定没问题。但是呢，墙漆它还是会因为时间越久远，整个漆面会越变越硬，它里面的那些塑化剂啊、乳胶会因为光、热、氧气渐渐的发生一些分解，这样呢会在漆面产生一些微小的孔隙，也会渐渐的有一些褪色。所以如果你的房子住了很久都没有重新再刷漆，你想要再重新做一次油漆，那你在上第一层面漆的时候就一定会很浪费油漆，因为绝大部分你刷上去的新漆都会被表面的孔隙给吸收掉。至于说变色，除非呢这个墙面长期受光不均匀，如果是一个均匀的变色，倒是不容易被察觉的。那油漆如果受潮了，我们会发现受潮的位置其实它会变黄，这种问题我们叫做反碱。因为灰板一旦遇到水，它就会释放出一些碱性的物质。我们常常看见很多装修工不懂，直接去刷漆想要覆盖这些黄渍，结果发现刷上去油漆那黄色的水痕还在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碱性的物质其实就是溶于水，如果你再刷一层水性的油漆上去，那上面的化学物质又会再溶出来，这样就会导致新的油漆刷上去还是会变黄。这样呢，任你刷个3遍5遍，这种黄渍都是盖不住的。那这种黄渍要怎么处理呢？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先刷一层防碱底漆。防碱底漆呢有分为水性和油性的，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还是最好用油性的，它可以隔绝碱性的化学物质。在这层油性的底漆干了之后，我们再刷上新的室内漆，就不会继续变黄了。然后我们再来说，如果一桶油漆没有开过，或是呢用剩下的油漆可以保存多久？因为呢水性漆并不是均匀的真溶液，而是一种乳化的混合物。一桶漆里面有水有油，还有很多不溶于水的悬浮物，所以呢不论油漆你有没有开过，只要放着不动1个礼拜，就会发生油水分离、悬浮物沉淀。所以呢油漆在使用之前一定要搅拌均匀，或是你可以拿去油漆店使用他们专门的机器来摇一摇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不然刷出来的墙面很有可能会颜色不均匀哦。摇漆这个服务在每一家的油漆店都是免费的，大家可以多多利用。有时候呢，小李哥帮客人去补墙，客人会拿出来一桶旧旧的、爬满灰尘的，之前装修时候留下来的油漆，然后问小李哥可不可以用它来补墙。其实呢，除了油水分离和沉淀这些问题，这些旧油漆因为已经被打开过，已经接触过空气了，这种油漆只要放超过半年，里面就会长细菌，然后到最后就会发臭，就像食物一样。因为加拿大油漆大部分都还是零甲醛的，虽然里面呢有加其他的防腐成分，但是在有水分的情况之下，它还是没有办法去抑制细菌的生长。所以呢，之前留下的油漆唯一能用的就是漆桶上面的标签，您可以拿着这个漆桶到相同品牌的油漆行，就可以配出一模一样的油漆。至于说那一桶剩下来的过期油漆，您还是别用了吧。最近遇到一个客户找小李哥去估价，这个客人在我看完房子之后，很担心的问我，他说其他来估价的师傅和他说，他的房子有一股油烟味，而且这一股油烟味已经渗透到灰板里，如果要处理呢，要全屋重新补土打灰，磨平，再重新上灰板底漆之后再刷面漆。但是这样一来，装修的费用就会严重的超出他的预算。小李哥一听，我就觉得这种说法实在有点古怪。先别说如果味道渗入了灰板，那应该不是重新打灰重上底漆就能解决的事，那可是必须要换保温棉、换灰板墙的大事。其实呢，以客户屋子的现况来说，屋子里的油烟味其实并不重，而且灰板墙上也没有任何的油污。油烟味呢是厨房的排风管因为违规并接所造成的。其实只要针对问题去重接管道就好了。
味道的问题可以使用净味器来去除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只要花点小钱就可以处理好。小李哥说这个故事是想提醒大家，在温哥华真的有不少的师傅会利用客人的危机感来拉抬报价，这样实在有点糊弄人。油漆呢可以简单刷，也可以复杂刷，但这就只是对漆面质感和美观的追求，把它扯到油烟味上就实在扯太远，您说是吗？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先聊到这边，最后祝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